假如我有幸在2026年把时钟拨回，带着我这99年的经验与教训，重返25岁的年纪重新启程，我首先要做的一件事，就是找一个巨大的垃圾桶，把那些浮华不实、听起来时髦的要命的东西统统扔进去。听着，年轻人，这个世间总是耽于幻想，而金融投资界更是其中的集大成者。它就像一个巨大的剧场，总在试图重塑自我，仿佛每一次都是全新的首演。在这个疯狂的舞台上，剧目从未真正改变，改变的只有戏服和那个倒霉的主角。看看你们现在的世界，今天是加密货币，昨天是互联网泡沫，1972年是所谓的漂亮50，而1637年是那个该死的郁金香囚禁。他们只是换了不同的马甲，上演的却是完全相同的闹剧。真相是什么？真相是市场机制从未有过根本性的改变。为什么？因为从生物学的角度看，人类的大脑结构在这几万年里并没有进化，人性从未有过根本改变。贪婪、恐惧、嫉妒与愚昧，这些刻在基因里的缺陷始终在周而复始地上演。如果你能领悟到这一点，恭喜你，你已经超越了90%的市场参与者。在我年轻的时候，那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。人们普遍认为股市是天才的竞技场，充满了复杂的图表和高深的数学模型。我也曾短暂的这么以为，这种错觉大概维持了5分钟。随后我便利用逆向思考，认识到股市在更大程度上像一个赌场，而且是一个充满了高度致幻剂的赌场。绝大多数人踏入时都自认为比庄家高明，他们盯着那些跳动的数字，以为自己看穿了规律。剧透一下，他们没有，他们只是在玩火。若是大数定律决定我必须在2026年才入场，我依旧会从那些在1946年、1976年、2006年都行之有效的最乏味的原则起步。我会像一个守财奴一样，确保支出低于收入。我会像一个苦行僧一样，积极地积累资本。然后，我会像一个捕捉猎物的鳄鱼，将资本配置到我能理解的、具备生产价值的资产上，仅此而已。没有魔法，没有大师，只有基础的算术。可是，这个世界对捷径如痴如醉。看看你们周围那些数字货币的鼓吹者、特殊目的收购公司的发起人、科技界的所谓先知们，他们就像旧时代在街角卖蛇油的小贩，一个接一个地劝说你去购入那些根本无法盈利的公司，去购买那些甚至不存在实体的空气。每个人都在寻觅奇迹，企图跳过自律的枯燥过程。但根据物理学的能量守恒定律，这种凭空而来的财富是不存在的。这种企图从未有过好结果。现实就是如此残酷。倘若你没有做好持有这笔钱10年不动摇的准备，你就不是一个投资者，你只是一个持有证券账户的赌徒。而华尔街最钟爱的就是赌徒。他们按零售价把梦想贩卖给你，再用批发价收购你的恐慌。如果我此刻重新开始，我首先会做的就是切断干扰。我会无视99%的财经讯息，那通通都是噪音。那些分析师、策略师、电视评论员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连自己的财务状况都搞不定，却在教你如何致富。这就像一个胖子在教你如何减肥，极其荒谬。既然这样，为何要听信他们？我宁愿从配置广谱、低费率的指数基金开始。为何？因为从长时段看，他们悄无声息地战胜了绝大多数明星基金经理。
自从杰克·伯格在1976年推出首支指数基金起，事实便是如此。而今天这一点更为明确。听上去很乏味，那就对了。乏味通常意味着安全，刺激往往意味着代价高昂。如果你在投资中寻求刺激，我建议你去拉斯维加斯，至少那里虽然也会让你输光，但如果你点酒水，他们还是免费供应的。而在股市里，你输光了还得支付佣金，但我不会仅止于购买指数基金，虽然那是一个很好的起点，但我依然会锤炼我的心智，去搜寻那些罕见而清晰的机会。请注意我的措辞，罕见，一年或许一两次，甚至几年一次，绝不是每天，也不是每周。真正的机遇从不按照日程表出现。大多数人把活动误当作进展，以为频繁买卖就代表自己深度参与了游戏。实际上，他们只是在支付更多的佣金和税收，养肥了经纪人，自己却在流血。如果我是你，我会减少交易的时间，增加阅读的时间。你不可能战胜一个你毫不理解的群体。倘若你不研读历史，你会以为每一个泡沫都是全新的发明。1929年，擦鞋童都在传授股市秘诀。2007年，出租车司机在迈阿密倒卖公寓。2021年，论坛上的青少年因为能推高一只过气游戏零售商的股价，就自认为是华尔街之狼。看不透这些模式，你就是下一个牺牲品。如果我今日从头来过，我会不断告诫自己，运用一个强大的思维模型，反向思考。当所有人都问我如何才能成功时，我会问我如何才能避免失败。当所有人都问我怎样才能变得聪明时，我会问我怎样才能不犯傻。这听起来很简单，但做起来很难。你要知道，避免愚蠢远比追求卓越要容易得多，也有效得多。如果我在2026年重新开始，我会把这第一条教训铭刻于心。论及毁灭财富，嫉妒远胜于雄视，不是恐惧，也不是贪婪，而是嫉妒。人们严重低估了它的破坏力。贪婪是渴望攫取更多，恐惧是试图规避损失，这两者都尚可控制，因为它们至少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。唯独嫉妒会让你盲目追随他人的愚行，还自以为抓住了机遇。我年轻时在大萧条后的1930年代亲眼目睹了这种情绪。人们被经济的巨浪吞噬后，依然想在邻居面前维持体面。他们失去了房产、事业，却死死抓住面子。可面子无法换取面包，面子让人去借买煤的钱，只为支撑一个虚假的排场。这种病症至今未曾消失，只是披上了更光鲜的外衣。人们看见邻居开着电动豪车，购买昂贵的数字藏品，炒作公寓。他们不去理性分析那个资产是否有内在价值，脑子里唯一的念头是为什么不是我？那一刻理智崩塌了，崩溃也就开始了。讽刺的是，嫉妒不只伤害那个心怀嫉妒的傻子，它能毒害整个市场。1999年，所有人都在嫉妒互联网的百万富翁，那些连基础代码都不懂的年轻人，一夜之间纸面富贵千万。嫉妒的烈焰如此旺盛，连专业人士都奋不顾身地跳进去。医生、律师、工程师全都生怕错失良机。到了2002年，他们唯一没有错过的就是失去自己的积蓄。嫉妒让市场演变成疯狂的踩踏。当人群冲向悬崖时，你最好确保自己不在队伍里。如果我现在投资，我会把嫉妒视同老鼠药。你不会因为别人吃了一勺老鼠药没死，
你也跟着去尝一口，不触碰，不品尝，不靠近。有人问我，查理，那雄心呢？难道雄心不是好事吗？当然是，但雄心与嫉妒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物。雄心说，我要让自己变得更强，我要创造价值。嫉妒说，我想要他拥有的那个东西，即便这会毁了我。你猜猜看，哪种情绪主宰了金融市场？问题在于，嫉妒总是披着理性的外衣。某人看到同事靠一只热门股赚了3倍，立刻说服自己，如果我不投，我就落后于时代了。那不是理性，那是嫉妒在伪装成数学。你不需要战胜所有人，你只要确保自己别当那个冤大头。沃伦和我从没想过要成为最富有的人，我们只想持续地避免做蠢事，这就足够了。让我告诉你，避免愚蠢所带来的长期回报是惊人的。人们总以为沃伦和我从未犯错，那是胡扯。我们犯过很多错，多到可以写满一整块黑板，只是我们竭力不犯第二次。如果我在2026年重新开始，我会提醒自己一个简单的事实：一次重大的失误足以抵消10次正确的判断。我对此体会深刻。上世纪60年代，我曾被一种我称作烟蒂式投资的策略所吸引，也就是去寻找一家看起来糟糕透顶的公司，但它似乎还剩下最后一口烟，价格极其便宜。你觉得它足够便宜，就想我吸完这口赚一点就走。问题在于，便宜的垃圾通常会一直是垃圾。你买的不是最后一口烟，而是一堆随之而来的麻烦。我曾买过一家百货公司，在巴尔的摩，那里的账面数据看起来非常诱人，资产似乎比股票市值还高。我以为捡到了便宜货，其实不是。零售业是一个残酷的战场，竞争永无止境，利润薄如刀刃，消费者的偏好瞬息万变。你必须和那些口袋更深、地段更好的巨头对抗。我就是在那场战斗中学到了这个教训，我损失了数百万。那些钱，如果当时投向我真正懂得欣赏的优质企业，如今可能已经变成了数千万乃至数亿。这个教训我终身铭记，不要去捡烟蒂。它们看起来便宜，也确实便宜，但便宜总有原因。回看那次错误，它可能让我损失了我此生原本能够赚到的1半财富。想想看，那笔机会成本大到令人震惊。如果我在2026年重新开始，我会立下一条铁律：只买那些你愿意在未来10年里，即便股市关门停牌，你也愿意长期拥有的企业。如果你持有它的唯一理由是它很便宜，那你已经走偏了。这就像买一辆没有发动机的汽车，只因为它打了8折。便宜是便宜，可它无法带你前行。沃伦和我后来彻底扭转了思路，我们不再去买价格极好但公司平庸的股票，而是去买公司极好但价格合理的股票。这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。现在听起来似乎显而易见，但那是用无数伤疤换来的智慧。讽刺的是，烟蒂投资至今仍在诱惑着新手。每个年代都有新人自信满满，以为自己比前人更聪明。他们觉得这只烂股只是被市场误解了，我能点石成金。可多数时候，垃圾终究只会腐烂。真正的数学是这样的：如果你买入一个糟糕的生意，而它依旧糟糕下去，那你就把宝贵的资本束缚在了本可以去滚动复利的地方。这不是小损失，这是巨大的隐形亏损。1993年，我们买入了那家生产黑色气泡水的饮料公司。它不便宜，也不是烟蒂，它是一个拥有定价权和全球品牌护城河的伟大公司。
那笔投资后来翻了许多倍。再看看当年的那家百货公司，彻底的灾难。所以如果你问我2026年该怎么做，我的答案很简单，跳过那些垃圾，不要被便宜所蒙蔽，去寻找那些拥有护城河、管理层诚实、能长期复利增长的企业。如果暂时找不到，就把钱放在指数基金里，直到你找到为止。耐心是品质中最被低估的一种。大多数人以为自己能依靠聪明致富，而我致富靠的是一点点从计划中剔除愚蠢。如果我在2026年重新出发，我会明确地告诫自己，不要用雇员的视角思考，要用所有者的视角。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，多数人一辈子都未能跨越。职业主义关注的是履历、上司和年度绩效考核，所有者思维关注的是建设、责任和最终结果。当我年轻时担任律师，我见过太多的职业主义者，他们聪明、体面、衣冠楚楚，他们整天都在写那些讨好上级的备忘录，收入不菲，但他们永远被困在跑步机上。后来我看到了区别，律师中有的人按小时计费，有的人拥有事务所。拥有者手握杠杆，他们即便停下工作，也依然在赚钱。而职业人士不行。那一刻我顿悟了，如果你只靠出卖时间来换取金钱，你将永远被困住。你需要权益，你需要股权，需要某种能在你睡觉时依旧为你增长财富的东西。这不必是什么光鲜亮丽的东西，一块位置不错的地产，一只稳定的公用事业股，一家客户忠诚的平凡小企业，只要它能在你不用熬夜写报告时还能继续增长就行了。职业主义的问题在于它使人短视。在一个大公司的体系里，人们思考的不是如何创造长期价值，而是如何拿到下一次晋升。这两者往往是背道而驰的。我曾坐在董事会里，看过高管提议回购股票，目的不是为了股东的长期利益，而是为了让季度数据显得好看，这样他就能拿到奖金，然后在长期损害暴露之前离职。所有者不会玩这种游戏，所有者关心的是持久性，而不是外表。如果我今天开始，我会尽早让我的收入来源从职业型转向所有权型。这不意味着你明天就得辞职，而是要把你的储蓄引导到那些能让你拥有生产力份额的资产中去。你需要一种心态的转变，我不只是为钱工作，我要让钱也为我工作。沃伦和我从来不是靠当职业经理人致富的，我们是靠当主人致富的。我们没有去攀爬公司的晋升阶梯，我们把梯子买了下来。你也许会说，查理，你这么讲很轻松，因为你已经有了资本。并非如此，我起步时也一无所有，我还经历过大萧条，我的家庭一度分文不剩，我是一砖一瓦的搭建起来的，储蓄、投资，远离债务，着眼长期。所有权可以从很小开始，哪怕只是优质企业里的一点点股权，也胜过在糟糕行业里的一份高薪。我认识一位大型公司的总裁，头衔响亮，薪水优渥，但他没有任何股权，公司一遇到麻烦，他就被请走了。与此同时，另一个人默默地持有着本地一家灌装厂的股份，这谈不上体面，但他却更富足，也更自由。这就是职业主义的陷阱，一种虚假的安全感，头衔、拐角办公室，各种福利，风向一变就烟消云散，唯有所有权能够长久。到了2026年，人们依旧会去追逐那些闪闪发光的职业路径，炫耀他们的职位、职业社交平台上的粉丝数和办公室大小。而与此同时，
那个安静的投资者买了优秀的指数基金，或是朴素的工业类好公司，将会悄悄地把他们甩在身后。差别就在于心态。职业人想着升职，所有者想着复利。如果我在2026年重新起步，我会带着一些从未离开过我的记忆。大萧条。我出生于1924年，当我开始懂事时，整个世界已然分崩离析。曾经穿着西装的人在街角贩卖苹果，几代人拥有的房产转瞬即逝，他们沦为租客，甚至无家可归。人们喜欢浪漫化艰难的岁月，说苦难塑造性格，这有几分道理，但它更多的是让你明白，一旦愚蠢开始复利，安稳的生活会消失得多么迅速。我的祖父在奥马哈经营杂货店，萧条时期有顾客付不起账，他出于好心允许赊账，有些人再也没能还上。我看到许多好人并非因为懒惰而挣扎，而是因为他们周围的整个体系崩塌了。这件事在我心里刻下了一个教训，绝对不要假定繁荣会永久持续。咆哮的20年代让所有人飘飘然，股票的小道消息像威士忌一样四处流淌，人们借钱买股票、买房子、买任何看起来像是通往财富捷径的东西。然后1929年来了，昨天还在饭局上夸夸其谈的人，转眼就站在了救济队伍里。所以当我今天听见有人说这次不一样时，我只会发笑，从来就没有不一样。人性确保了繁荣与崩盘的循环，必将一再重演。如果我在2026年从零开始投资，我会把灾难当作必然事件来规划。你不知道它何时到来，但你知道它必然会来。这就意味着你必须保留现金储备，意味着你要避免那些在逆风时就还不起的债务，意味着永远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。大萧条期间活下来的人并不都是天才，他们只是那些保持了流动性，避免了杠杆，让支出低于收入的人。那不光鲜，但它有效。直到今天，我依然极度厌恶不必要的债务。我亲眼见过一个家庭辛苦耕作了几代的农场，只因为农产品价格下跌，还不上按揭而被银行收走。银行不在乎你有多努力，只在乎你能不能按时还钱。还不上，就请你离开。这段记忆塑造了我全部的哲学。债务是危险的，嫉妒是剧毒的，活下去比聪明更重要。你想知道为什么我和沃伦从不把一切都押上？因为我们亲眼见过那些这样做的人，最后变成了什么样子。我不在乎你的数学模型有多漂亮，只要它建立在一切顺利的前提上，它就是垃圾。1973年到1974年，市场几乎跌掉了50%，人们陷入恐慌，觉得资本主义即将终结，而我们手里握有现金，我们能在别人绝望的时候买入。这种机会之所以出现，只是因为我们没有过度扩张。这种习惯可以追溯到大萧条。你不会忘记成年男人被饥饿羞辱的场景，你不会忘记当按揭账单到来时，那些人的自尊是如何崩塌的。所以在2026年，我会这样思考：预期衰退，预期崩盘，预期意外总会发生。把你的财务结构搭建得好像灾难随时就在拐角处，这样当它真的来临时，你不是受害者，而是那个有准备的人。还有一条，体面非常重要。大萧条中过得更好的人，是那些保持自尊、过着简朴生活的人。他们不和邻居攀比，他们接受现实，调整自己，然后熬了过去。这不仅是理财的原则，更是人生的原则。如果我在2026年重新开始，我会提醒自己，有3样东西摧毁的人生：
远比熊市多得多。负债、纠纷和蠢人。先说负债，我已经说过很多次，债务就像一把匕首，落在能手手里或许能派上用场，但大多数人是拿着它来刺伤自己。杠杆给你的是速度，而不是控制。如果前方的路基塌陷了，速度会要了你的命。想要缓慢而安全地变富，就远离债务，就这么简单。再说纠纷，大多数人半辈子都消耗在戏剧化的烂事里，家庭内部的消耗，官司的纠缠，职场的口舌之争。我很早就学会了切断这些。如果一个人只会带来噪音，我就断掉这种联系。纠纷不只消耗你的情绪，它还会腐蚀你的判断力。一个愤怒或怨恨的人是无法清晰思考的，而清晰的思考是你在市场中仅存的优势。因此，年轻人要学会像处理烂股票那样去处理糟糕的人际关系，抛掉，走开，不要纠缠，你省下的时间也会像金钱一样实现复利。最后是蠢人，这听起来刺耳，但千真万确。愚蠢是会传染的，和傻子待久了，你也会像他们一样行事。所以我筛选同伴极其严格，我只愿意和那些理性、自律、诚实的人在一起。如果一个人轻浮、腐败或者非理性，我就会与他保持距离，最好是完全避开。你不需要上百个朋友，你只需要少数几个可靠、理性的伙伴。沃伦就是其中之一。诚实、节俭、始终如一，这段联盟让我们都富有到超乎我们的想象。与此相反的是，那些把自己包围在骗子、投机者和鲁莽赌徒中的人，他们的结局总是一样的痛苦。到了2026年，这条教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。社交媒体让愚人拿到了扩音器，他们会冲着你嘶吼，下一只大牛股或是稳赚的机会。如果你去听信他们，你就会破产。我的筛选法则很简单，远离那些炫耀快速赚钱的人，远离那些从不承认错误的人，远离那些依靠嫉妒和债务生活的人。只要把这几类人从你的生活中剔除出去，你就已经大大提升了你生存的几率。道理一点也不复杂，别欠债，别搅入纠纷，别和蠢人厮混。遵守这些规则，你也许不会成为派对的焦点，但你会保持清醒、自由和财务稳健。而在投资里，自由是无价的。如果我在2026年重新开始，我不会浪费时间去追逐下一个奇迹，我会恪守那套历经100年乏味至极的公式：支出低于收入，规避债务，购买优质公司或者指数基金，然后静坐，等待复利发挥它的力量。就是这样，没有秘密，没有捷径，只有自律。人们不喜欢听这种话，他们想要烟花、内幕、代码、奇迹。他们希望我告诉他们下一个亚马逊的股票代码。他们渴望捷径，但投资从不奖赏急躁，它奖赏的是耐性。你不需要预测未来来致富，你只需要活得足够久，并且不被自己的愚蠢所拖垮。我看这部电影快100年了。1929年，人们因为借钱炒股而全军覆没。1973年，市场腰斩，他们恐慌逃离。2008年，他们把房子当作彩票。2021年，他们把电子图片和加密币当作革命。每一代人都在犯着同样的错误，却都以为这次不一样，永远都不是。如果你理解了这一点，你无需多聪明，你只要别犯蠢。那么，在2026年，我会怎样运用我的钱？我会把绝大部分投入低成本的指数基金，让市场在我睡觉时替我赚钱。然后我会留意那些极其少数的显而易见的机会，
1年1、2次都足够了。当看到时就重仓出击，不用每月每周去操作，只在赔率清晰、价格合理时出手。与此同时，我会保留现金储备，不是因为现金能致富，而是因为它能在世界崩塌时赋予你选择权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学会了拥抱无聊。人们憎恶无聊，以为不交易就等于没进展。其实财富就是在等待中产生的。复利就像看着油漆变干，乏味至极。但如果你忍耐得住，总有一天你会醒来，发现那堵墙已经价值连城。我和沃伦不是靠刺激成为亿万富翁的，我们是靠静坐。时间和纪律替我们完成了最繁重的工作。如果我现在重新开始，我会每天提醒自己，投资的本质就不应该是轻松的。谁觉得它轻松，谁就是个傻瓜。公式是简单的，执行是困难的，因为它要求耐心、谦逊以及屏蔽噪音的能力。但它行得通，一直都行得通。只要人性不改变，它就会继续行得通。忍受乏味带来财富，追逐刺激导致破产。如果我在2026年重新起步，我不会去梦想游艇或硅谷的豪宅，我会首先想着生存，因为生存的价值被严重低估了。人们以为财富是靠天才的灵光一现，错了。真正的财富是靠避免愚蠢，并活得够久，让复利发挥作用。这就是那种不光鲜但真实的道理。致富的关键是先别死。世界会用各种噪音来诱惑你，新的应用、新的币种、新的大师，大喊着这次不同，忽视他们。如果你做不到忽视，你就会成为他们的客户，而不是他们的竞争者。我和沃伦从没计划过要成为亿万富翁，我们只是竭尽所能的不做蠢事，量入为出，购买好公司，让时间去工作，然后年复一年的重复。某一天，复利完成了他的重任。当人群终于注意到时，他们已经追赶不上了。这就是规律，安静的耐力胜过耀眼的聪明。如果你在2026年起步，问问你自己，你想看起来富有，还是真正富有？这两者截然不同。看起来富有意味着债务、嫉妒、纷争，真正富有意味着自由、安全、心安。我最后留给你一句话：如果你花的比赚的多，我帮不了你，没人帮得了你。如果你以为投资应该是有趣的游戏，那你玩错了。财富从不会流向最聪明的人，它流向最自律的人。所以在2026年，做我会做的事吧，简单生活，清晰思考，避免愚蠢，让复利发挥作用。它不会让你感到兴奋，但总有一天你会发现，无聊让你富有，而兴奋让别人破产。这就是投资的真相。